来，搞早，暗啦，不是搞早啦。暗，大家暗哈，大家晚安。好，今天上来的蛮快的哈，100多位了。唉，人生的要做对的事情是一件很难、很艰难的事情。我确实没想到了哈，现在各个平台啦，包括脆的，包括什么，打压我们的人都是台派，真的压力很大，打压的很厉害。他们要么就说什么，哎呀，你们跟护国党比，跟国党一起办啦，怎么啦？然后什么，哎，那个什么。台美党啦，就是只是打自己的声量啦，然后什么一大堆问题啦，然后就是说，现在还在说这样会分了民进党的票嘛？这些论述，其实我跟各位讲，这样的论述很像什么？很像当初蓝营在用那一批小粉红，那一批什么水军，那个逻辑不清，你知道？因为水军的逻辑是不清楚的，他们就是用辩证法嘛。但我可以跟各位讲啊，台湾的年轻人绝对不是这样啦，台湾的年轻人逻辑是很清晰的哈，所以台湾的年轻人是很讲道理的，所以我跟我的团队讲说，你不用去看那些东西，那东西你不用去看，那些东西是水军在打的，水军的来源有可能第一个是共产党水军，第二民进党的水军，因为我们自己的频道退掉很多台派人嘛。很多民进党支持者，所以这两股势力都在。现在是两股势力打我们一个哈。本来我还是蛮担心的，说5月20号来的人多不多了哈。我跟各位讲，我现在已经看开了，我尽人事听天命，我尽量去努力，因为我跟各位讲，所有的电视节目，所有大型媒体不会跟你报这个的，已经不可能联络过了，已经不可能，没有人愿意帮我们，也没有人愿意找我们去上节目了哈，因为你说。华视那个事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不是偶然，各位，这是一系列的天罗地网哈。所以呢，我们5月24这件事只能靠自己奋斗、自己努力了，靠我们朋友自己去转传了，要靠其他的节目去帮我们宣传了哈，那已经是不可能了。那很多台派的自媒体他也不敢帮你宣传，懂吗？所以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敢阻挡去推动台湾加入美国51州嘛？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阻挡？原来压力这么大哈！有感冒吗？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感冒，我也不知道，很恐怖，静悄悄的，真的。我跟各位讲啊。如果像这样的活动了哈，以前不管谁，像89他们发的活动，我们都帮忙转传嘛，很多台派朋友帮忙在转传嘛。现在你看，好像对我们对什么最警惕的是嘛，这些台派嘛。问题是各位，你跟我政治立场是一样的，哪怕说有一点点不同，我们挺军购的立场是一样的吧，是吧？然后你担心我抢了民进党票，然后你连我做对的事情也不行吗？各位，这个是政治的现状啊，这个政治现状。但是我跟你讲了哈，但是我跟各位讲了，以我的个性啊，我绝对会跟你干到玩到底。你越这样子，我的企图心越旺盛了。好，本来只是站在一个理念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家可以沟通，可以协调嘛。啊，如果现在这样哈，这已经把理念的差异变成什么？变成敌我之争了，好不好？你不觉得这样像敌我之争了吗？难怪那些台独人那么恨啊！台独那些很恨民进党了，因为他们的理想全部被人家糟蹋掉了嘛。我一直以为说啦，甘美安呢会这样吗？我以前不理解啦哈，现在我终于自己经历过。
我们自己经历过，进新闻怎么可能？你拜托好不好？进新闻标准200%的党媒喉舌，你不知道？进新闻是谁成立的？你搞清楚啊！为什么突然炒出一个进新闻？因为发现三立已经开始在招经了嘛，民进党知道三立在招经了嘛，在走中了嘛，所以说开始在种那个进新闻。你怎么会觉得我去进新闻他会理我呢？哦，你实在。哎，进新闻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现在啦哈，现在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所以那一天看样子势必来的人不会太多，但是不是坏事，让全世界知道，台湾人做对的事情，只要你立场不对，你就是什么被排挤。我挺军购这件事情100%是正确的，而且是挺你什么？挺你执政党哦，军购是执政党的政策，我挺你哦，连我挺你都不行哦，基本上不行了，基本上是连我挺你都不行了，因为呢，怕你来挺我，怕我如果也挺你，怕把你的声量打高，那就威胁到我。他妈这个跟共产党没有两样，我跟各位讲，已经没有两样了哈，不要紧啦，没有关系的，我从我的订阅数我就看得出来了。这个风雨汹涌哈，这个真的有很多问题，很多很麻烦的问题。对啊，所以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啊。是帮忙，你们要在 AIT 留言，到各地去留言。真的，各位，如果你觉得我做的是对的，然后我们共体时间，大家，我只拜托各位到所有频道去留言就好了，去留言，那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被封杀嘛，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们的团队也感到很沮丧啊，怎么到处看到打压我们的？我说那个一点都不重要，哈。网络上的东西不要太在意了，好不好？对啊，民进党，这个就是从大罢免之后到今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请各位朋友自己去深思哦，就不用我天天讲了哦，各位自己去深思这些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到底我的怀疑有没有道理。到底我现在突然惊觉到了一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可能？因为在一个爱台派的一个包装之下，民进党所做的事情是让所有害台的法案一个一个通过，这个是会把台湾的健保、台湾的什么国防、台湾的洗人口全部给吞掉了。我就问各位啦。男女结婚这个路径到进入台湾已经够可怕了，现在有个同性恋都可以进来了，好吧？连这个都执行了，连这个东西都通过了。那我问你，这个洗人跟香港被洗人口有没有两样？香港的有钱人就是怕死了，全部跑光了。现在从中国移了一大片很没有素质的人进入香港。所以香港走不掉的香港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突然觉得他们的香港变成什么？变成深圳，甚至比深圳还不如。就像内地一样，来了一群什么低三下四，一直做最没素质的人进入香港。香港特殊关税地位身份没有了，有素质的人民移了100多万啊，各位。700几万的人哦，700万人口的城市哦的地区哦，移走了100多万，这个我可以作证哈、哦，光我的朋友就移走了不少了哈、哦。跟我因为我说过，我曾经有朋友到台湾来嘛，他们要移民台湾嘛，台湾说你要投资开一家店，结果他开了一家唱片店，我们开了2年，台湾还是不愿意让他入籍嘛，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突然开始对什么对。因为他们是潮汕人，他们老家在潮汕，他们还常常回到潮汕嘛，
所以可能这样一个经历，台湾有点担心啊。你其实不是完全的香港，你虽然入籍香港30年了，可是你跟中国的关系是没断的，而且是非常紧密的。但是我那个朋友，我相信他们不是啦，因为他们都是老人了，你知道，老人没有什么政治企图的啦。结果呢，他们是花钱在台湾开店，根本没有在经营，没有在营业，就是为了给政府看嘛。结果根本没有在营业，2年到了还是没有给他，所以他们2夫妻一气之下，现在在英国了。他们直接移民到英国了。我是跟各位讲，这种状况，台湾人从香港所看到的例子，结果我们台湾的执政党到今天不为所动，这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好了。台湾即使中国人去英国说真心话，他们生活不太习惯。英国的物价超级高，你知道吗？英国的物价也是超级高。当然了，他们如果到乡下可能不会那么难，因为这些都是退休的人都是退休人，而且他们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就是也是在香港做过小生意赚了点钱的人，但是也不是非常有钱，所以他们其实到台湾来是最合适，因为台湾的物价很便宜。在他们眼里，台湾物价很便宜。说台湾天天这种，哎呀，台湾起来便当100块，哎，你不能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一餐饭吃不到20块啊，我们吃自助餐都10几块、20块，好不好？现在一个便当100块啊，本来物价就在涨，这有什么奇怪呢？所以说，因为台湾人所得已经什么，台湾现在已经全世界第6大了呢，第6大股票市值的公司，国家呢，就恐怖。台湾已经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先进了。你不要再拿台湾跟中国那个落后国家，中国那个物价是压榨所有的农民、所有的什么畜牧业的人，把它压到极点才能维持那么低价。台湾不能这样，台湾必须要给耕种的农民，哪怕那些种菜的农民要有一条活路，好吗？农产品贵一点点，你不要叫。如果你台湾现在的你在台湾生活了，你连那个什么台湾的农产品那个物价你都承担不起，那是你的问题。我真跟你讲，不是我笑你，一个年轻人连一个台湾的普通物价你都觉得贵，那你想是你收入太低，不是台湾的物价贵，台湾的物价全世界朋友来都觉得便宜的要死了，尤其是美国回来那些朋友啊，常常找我嘛，好多美国朋友回来找我，香港来的朋友。世界各国来的朋友都说：“哦，你台湾的物价怎么这么便宜？你们健保不要钱，你们物价这么便宜，人家是把台湾当宝岛啊！科技又这么发达，世界第6大全世界第6大什么股票市值的国家，结果呢，我们物价居然便宜到什么？这便宜到比跟东南亚差不多。台湾的物价跟菲律宾是差不多的哦，所以你不要讲再更便宜了啦。”你去看看菲律宾，去看看越南。越南以前我去一个粉了，1碗粉3万块啦，现在我这一次去1碗粉都快4万5到5万了啦。各位，你看剩下5万了，除以800啦，多少钱啦？是不是？也就是连越南的物价都高涨到这种程度了。台湾的物价全世界朋友来都是我们最便宜的，只有你这些没有出息的台湾人自己。不会赚钱，自己赚了一点点3万块钱，然后跟我讲这个物价贵到我已经活不下去了，那到底是谁的问题？是谁的问题？这个我讲的是最公平的哦。你有海外的朋友，你让他回来看看，他的物价是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天堂。健保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生活所得不要钱，不是不要钱啊，生活费这么的低廉。而且大家说台湾太幸福了，台湾路上太多吃的东西了，世界各国没有像台湾这么丰富的。我在菲律宾，我跟你讲，菲律宾那个热的要死的东西，他们路上只卖什么，你知道吗？永远只卖炸鸡跟烤鸡。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前在帮老岛学自由潜水的时候嘛，饿的要死，出去路上要么就烤肉，店里是韩国烤肉，比较高级的店。卖韩国烤肉，路边卖炸鸡、卖烤鸡，就这几种。我说这么热，怎么还吃炸鸡跟烤鸡啊？都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菲律宾也是一样，世界著名的什么美食荒漠嘛，
菲律宾也是属于美食荒漠了。所以说你就说，台湾这个物价跟东南亚已经差不多了，可是台湾的经济已经到前面世界前10位了，结果你还是跟我讲台湾物价贵。这个话就是嘛，中国那些小粉红、那些土八路、那些山沟里从山沟里出来的啊，还没见过世面的人才会这样讲，他们才会这样说。所以台湾人大家要有两剔，要有羞耻心。台湾这个社会，如果你觉得生活吃饭都觉得贵，你应该更加努力去打2份工，好吗？要不然我就说嘛，路边那些卖吃的，很多店都已经打出5万到6万的薪水请人了。你去跟中国朋友讲，一个路边摊6万块要请人，6万块是多少？13000、14000人民币啦。台湾中国说，他如果能够一个月领到13000、14000人民币，那就是什么祖坟冒青烟啦。以前我在的时候是有啦，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12000、13000薪水的人还是蛮普遍的，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从普工从5000掉到3000，现在掉到2000多了哈。这个就是什么？台湾的优势你不懂，你跟东南亚比，你跟中国比，你跟世界各国比，我们都有强大的优势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台美人到美国年纪大了之后都想回台湾？哇，好多哦！最近好多人回来啊，回来都会找我，你知道，我的节目我听他们讲说，我的节目在美国最轰动了，我的节目在美人华人圈最轰动了，台湾可能还没那么轰动，你知道，在美国最轰动了。所以他们回来都会找我聊天嘛，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不要被这些人哦，天天在那边唱衰台湾。还有啦，我今天的题目是那个马德啊，3项重罪判了17年，起诉17年，这件事我还是要给赖清德掌声的哈，我还是要鼓励赖清德的哈，对，就是这样干下去。这个家伙拿自己的账号去收中国的钱，然后转发给那些军人呢？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看你不背嘛，他看不起你嘛，看不起你台湾政府嘛，他看不起你会抓你会查我嘛？他觉得你没有能力查他嘛，所以他呢，他敢这样搞哦，所以说，其实这种人如果不抓哈，我跟你讲，你赖清德是真的垮掉了。不过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个开头了。我跟你讲，再抓10个，这一批人就乖了。我已经讲过，这些人就是因为胆小，不敢对抗中共，所以觉得去舔共，他觉得我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他也觉得我舔共了之后呢，你赖清德就不敢弄我了，表示这些人对政治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只是胆小怕事、贪财。所以才沦落到这种地步，这种人一定一个都不能姑息了。所以赖清德先生就这样做，把这样类似这样的高薪素梅这些啦，我已经跟你讲，高薪素梅的金流在他弟弟那里，你怎么听不懂？没有人去查。高薪素梅的弟弟在什么？在厦门，人家给他一个很大的什么房地产的，反正你们去查就是了。高薪素梅的金流在他弟弟那里。这些人我跟你讲。我昨天已经把那个什么法条已经念过了哈，不是立法委员就不能抓，谁告诉你立法委员不能抓的？那是你执政党的怠惰好吗？谁说立法委员不能抓？你真正犯罪，而且尤其是国防内乱跟外犯罪，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抓的哈，哪怕你总统我都可以抓你，不要说什么立法委员。而我就问你啦，马文君是不是内乱外患？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我们要给赖清德一点压力，告诉他不要再用什么立法委员的保护伞这样的借口来骗我啦。你只要这些人啦，我跟你讲，国民党在有案例的，就是说什么，有卡到案件的人至少不会低于20-30个啦。我跟你把这个20-30个抓起来，然后你不就过半了吗？你的法案不就过了吗？法案是可以过的，不是无能为力呀，是不是？你在跟国民党唱双簧呢？是不是？你如果不是跟国民党唱双簧，这是有解的。所以我已经讲过，我讲说，
行政、司法、AIT 三把大刀，你有100种方法。很多傻逼人问我说：“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你弄啊？”我说：“可以啊，你把总统给我做，我就做给你看啊。你那个总统我做哈，我若你来，如果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被切腹自杀。我跟你讲，如果这些事情由我来处理，我半年内不能把它处理出一个规模出来，我廖金漳当场切腹给你看。我不是一个耍嘴炮的人，各位，我廖金漳的重点，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从来不是一个耍嘴炮的人，我是提出问题，我也想好了解决之道。我给赖清德做多少建议，各位难道你看不到吗？你看不到我讲了多少东西吗？他但凡做一件事，台湾就百年腾飞了。我跟你讲。结果有了，魏哲家有在做一件叫台湾的晶片共济会，这件事情我倒是很佩服魏哲家，一个商人做的比你赖清德好多了。对啊，我讲的代志，你能慢慢去想啊，你慢慢去想我讲的对不对啦，是不是？以前黄仁勋还是个才公司小的不得，小的像那个啥，比赛大的公司，张忠谋直接给他打电话，我愿意接你的单，从此黄仁勋就起来了。马斯克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了，已经是全球最富有的人啦。他要把晶片交给台积电，台积电说：“哎，我摆啊，要排队哈。”表示什么？是不是跟我讲的那句话有没有意义？有没有道理？所以现在世界各国你再大，你要跟我台积电做生意，我要给掉给哈，我要看看你是不是我们台湾人啊？所以各位，如果这样弄下去，这样搞下去，台湾真的掌握世界晶片这件事可以千秋万代啊！我觉得我提出这些东西是为了让台湾千秋万代，你懂吗？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可以靠一个金融称霸世界，掌握全世界了。台湾晶片就加金融了，所以我不是讲了吗？为什么我讲的东西那么一系列的东西，你为什么听不懂呢？那些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的晶片已经到吓死人的规模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年的总 GDP 大概不到1兆美元啦，可是光明年光黄仁勋要买的晶片就超过1兆美元，你想想看啊。全台湾现在的总 GDP 每年 GDP 才9000多亿，不到1亿，快1兆了哈，快1兆美元。明年黄仁勋一个人就要买1兆美元。我昨天不是讲了吗 ？CSP 嘛，那4家云端公司也要找买23兆，那是台币啦，23兆等于多少？对，7兆7000亿美元，加上中东来的钱，最少明年的光晶片 AI 伺服器，光这一块就是台积电的产业链整个的外销，明年1年大概2兆美元，其他没算啊，我算的惨了哦。各位，台湾已经起飞了，不是百年腾飞，已经起飞了。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台湾你还怕谁？你还怕谁？是不是？所以我给台湾做规划的事情，不光是台湾，不光是对抗中国。我真的跟各位讲，中国早就没有能力打台湾了。中国已经早就没有能力打台湾，否则张又侠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跟习近平抵抗了，说我不打。所以中国早就没有能力打台湾了。现在中国再穷，他来收买你这个廉价的台湾人，他都绰绰有余。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念之在谈的嘛。其实我早就已经不去谈中国武统台湾的问题了，那个根本已经假议题了，你知道吗？从头到尾都是假议题的了。很多说啊，昨天还有人跟我讲说，昨天一直有人挑衅我嘛，他说110套海马斯还没有来，我说去你奶奶的，你都没付钱怎么来？你付钱了吗？你钱还卡在国会，你竟然来，是不是？所以说小粉红有些看了那什么，看了红媒的人哦，他就是讲到我们买的武器都没来，谁跟你讲没来？哪一个东西没来 ？F16V 为什么到今年才开始？因为它重启产线嘛。重启产线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F16V 在升级嘛，我不是讲过了吗？战斗机的机械性能早在 F16是嘛，跟我一样大呢，1974年了，1970几年就开始量产了，我1962年生的，所以 F16跟我年纪差不多啊。但是 F16V 为什么说可以媲美 F35？因为它的电子在更新换代嘛，一个全新的东西，它虽然是引擎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还是用旧的啊，可是它的电子系统是从全新的嘛，所以人家搞了几年，今年才开始重启产能，所以 F16V 今年会大量的开始交货了嘛，所以就是嘛 ，F16V 跟什么海马士这两个中共最胆怯的事情嘛，就他现在下了死命令嘛，让你郑丽文要党军购嘛，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的东西，我跟各位讲，我们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台湾的生死关头了，这种新西门的生死门的东西啊，我不讲那些什么，我现在看到三礼拜台电视台到今天还在讲黄国昌，到今天还在讲柯文哲，到今天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眼还在讲那些，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脸，真的要不要脸？国家已经处于这种危急存亡了哈，我就说一个观念过去哈，一个那叫什么同仇敌忾出来什么拼他一次，台湾过关了就百年腾飞了。如果这一关没有过，被人家你往百年腾飞飞上去，脚被人家抓住了嘛，被共产党抓住了，要先挣脱这一些人嘛。可是你看，我们台湾到今天，你看台派的节目到今天还在骂黄国昌跟柯文哲，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有一点丢脸了，有一点丢脸。你的格局就是这样，你带领什么人民？你这样的格局的政论节目，你带领什么格局的一群台湾人？带领一群感官刺激的台湾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思考阶段，他们还在感官的阶段嘛。就是讲那款对来跟着，他就跟着傻笑这样的一群人，这就是啊，这是我常讲的悲哀啊。我不许得罪任何人，我都要讲的这些话，所以马德这个人，我之前讲他一开始连中天都什么切割他嘛，表示中天也知道他做的事情很离谱嘛。就是傻逼，就是架杠拱低啊。这种人就是什么？就是属于从小被他们家里的长辈洗脑，跟被国民党双重洗脑下长大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认为对中国尽忠是一种什么？对中国是在尽忠，所以他好像觉得他做得很对嘛。所以你看他连什么，连金流的断点他都没有设嘛，是不是？连金流的断点都没有设，表示他心里是认定效忠中国是对的嘛。所以这样一群人在台湾应该比例还是很高的，各位，这样比例的台湾人是很高的。政府如果连这些东西都做不好的话，你真的会很丢脸的。而且中天那些事情该再重新再处理一次了哈。你看现在这些所谓的红媒啦，台湾的红媒一点改变都没有，还增加了几个红媒比如说那个什么三观乱啦，那个装模作样了几年，现在终于完全红化了嘛。那一天去三委员汪浩还问我一句话，他趁司马明夫还没有来的时候问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三观乱是红的？”我说我当然看得出来，因为我跟他见过面啦。我说我曾经跟他是朋友啊，他的每一举一动我都很清楚啊。我说我们都汪浩上海人嘛，我说你是上海人了啊，我在中国待27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啦，中国的女人但凡有一点本事，眼睛是不是都长在头顶上？你告诉我，
他说对，这件事没错。除非那个什么贵州啦、四川啦那些穷的曾哈郎乡下人，在中国一点立锥之地都没有的人，他才会嫁到台湾来。我跟你讲啦，在中国但凡有一点点社会地位的人，他都不会嫁到台湾来了。我告诉你，别傻了啦！相信我这一句话哈，你们把这句话永远给我记在心里，好不好？永远给我记在心里，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在台湾找我不阿 K 啊哈，那随便找就有一个。人家利用你到台湾来，好吧？弄清楚哈。新6070块等，谢谢支持125兆军购特别预算。贾一饼60块等，谢谢。KSP 30块等，谢谢。美国经济如果不带台湾玩，晶片订单是不是转向日本？当然没有啦，哪有那么快？各位。日本的晶片虽然现在有一点起色，有台积电的帮忙下有点起色，但是日本的晶片自己用都不够。我可以跟你讲，2个厂，现在2个厂，日本自己的工业都不够用，所以日本的晶片外销机会很小。其次，日本的封装还不行。美国的什么台湾？我跟你讲，台湾现在最紧俏的是什么？你知道？台湾现在最紧俏的不是晶片产能，是 CoWAS 的 3D 封装，因为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做完也要送回台湾封装，日本做完也要送回台湾封装，台湾自己本国那么大的产量也要，所以台湾现在最需要扩厂的哈，其实还不是晶圆制造，是 CoWAS 的什么的封装嘛，所以日本还没有能力抢台湾。短期内还没有办法抢台湾，因为我们是整个产业链完整啊，对不对 ？AI 晶片做出来要做到 AI 伺服器啊，整个柜子那个 AI 伺服器啊，那个广达研究几年才能够做啊？广达十几20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啦，所以这个东西一上市，广达抢到订单了嘛。我广达本来股票才50-60块，现在300多了呢。但是你要知道，广达是从800-900块跌下来的，你知道吗？是吧？广达有机会再回去了哈。早年了，我姐姐30年前买了广达股票，到今天还没卖。她说那个当时好像600-700块买的嘛。我说没关系，慢慢等了，你们会解套了，对吧？这个就是说，所以说你说现在有没有可能被转向日本？这个你真的还可以放心，没有那么快。而且我认为啦哈，如果台湾啦继续跟美日保持着这样的关系，这个东西日本大概是抢不走了，因为日本整个工业整个科技上最缺的晶片，台湾帮他完成了，而且才盖2个厂而已，这2个厂的晶片只够他自己用，甚至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说日本说要开造4个厂嘛，日本要来抢国际订单这件事情大概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的产能要达到那个时候还差得远。台积电几个厂？台积电10几20个厂嘞，台积电大概台湾应该台积电里长20几个厂嘞，20几个厂才有办法做到现在这样嘞。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造晶片，自己造伺服器嘛，甚至到下游的什么无人机什么的嘛，台湾现在无人机越来越强了哈，台湾现在无人机外销数量越来越大了。其实这些东西啦哈，这些东西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美国告诉你我要去红色供应链，去红色供应链这件事情，其实当美国讲要去红色供应链的时候，台商就应该赶快跑了。聪明的台商赶快跑，现在还没有跑，台商是跑不掉了哈，是已经跑不掉那些人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突然在一个蒸蒸日上、非常辉煌的时代，突然变成这样？当然就是因为美国在去红色供应链，加上习近平故意跟美国对抗嘛。习近平想要什么？让人民回到什么？回到解放前。让你人民疲于奔命，为生活疲于奔命嘛？这个我就说过了嘛。
只有一个证据，就是第一，习近平为什么要跟美国打贸易战？没有人跟自己的恩人、自己的最大客户打贸易战。其次，当年的国进民退是执行的很彻底的。各位，你们在台湾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在中国，我遇到比较大的厂商、民营企业哦，比较大的民营企业、比较规模的管理的模式比较好的，中国就直接中资就进来了，什么中粮中什么中什么，反正中字辈的企业就进来了，然后慢慢把那个什么私人老板给挤出去了。他会一直什么扩产嘛，一直增资嘛。本来呢，这个公司本来是我的资本是1亿嘛。他给丢10亿进来，然后你的股份就从100%被稀释成10%，然后再给你扩到最后，你的什么股份被稀释成1%的时候，你就提出局了，不要把10%以下就出局了，他就把你踢出去了嘛。那个时候叫国进民退哦，是国营企业吃掉了很多比较有效率的什么。的民营国营企业吃掉很多民营的企业，这个就是中国习近平搞的啊，这个就是他要把中国带入什么？所以那不是搞供销社吗？你们不是我7、8年前中国人就很担心，怎么各地供销社突然成立起来？习近平是个烂尾大帝，我真各位讲，习近平实在是他妈的蠢的跟头猪一样了，所以他想做事都没有做成功了。他要做什么供销社啦，跟国进民退都做一半。但他都真的做过10米10两对，他什么都在做，但是都没有做成功，因为一起的烂尾大帝，他没有能力执行完一件事。可是要把中国从高度发展的国家拉回解放前，他倒是成功了。这个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各位真的啦哈，我再跟各位讲了，真的只睁大眼睛看了，就在最近了。睁大眼睛看了，就在最近了。好，给33块，懂了，谢谢。开里30块，懂了，谢谢。廖主席可以评论一下中国拼命扩产12寸晶圆厂的影响吗？会冲击台湾的2线晶圆厂？早就冲击了，这有什么？啊，不冲击，联电怎么会还在几十块？台积电都2000多了，联电为什么才多少钱？这是必然的哈，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举一个例子啊，马斯克的特斯拉，一台特斯拉真正的最好的那个晶片了哈，那块晶片台积电做最好那个才2片，1片2片呢，那个是什么？自动驾驶，它是，但是呢，比如说中控系统啦、遥控的窗户，它整台车要大概1500到2000块晶片了，马斯克哦。马斯克的特斯拉一台车要大概1500块晶片，可是呢，联电到96啦，竟然贵！我他妈看了之前看他还在40-50块，表示什么？去红色供应链去得很彻底的啦，所以台湾的这个2、3线开始成长起来，也就是说什么？特斯拉的汽车，它的自动驾驶一定是要用台积电最先进的晶片，否则他做不到 FSD， 他做不到。他能做到是因为有台积电，但是他一台车要大概1500个晶片，他有其他各种控制系统嘛？他的车的控制系统太多，那个都是那个不用12，那个28以上就可以了，28奈米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些为什么现在这些什么低阶的晶片？中国12晶片哦，中国12寸的那个晶圆，它的那个什么，那个28奈米的，它做的非常产量多到你吓死人，多到回销韩国，你知道？韩国现在跟中国买的最大的贸易逆差，就是因为买了太多晶片，韩国的汽车用的啦哈，家电用的啦，全部都跟中国买了，为什么？韩国一直跟台湾拼那个什么，拼高阶的2奈米、3奈米那个，但是他做不好，他良率不好嘛，所以他输给台积电。但是他这个什么28奈米、14奈米、28奈米这些成熟晶片，他干不过中国啊，被中国倾销过来，所以韩国对中国现在是严重的逆差，你们知道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笑韩国快垮了嘛？韩国你去亲共是最可笑、最幼稚、最笨的一个做法嘛。你所有东西你产的，不管你造船、钢铁啦、石化啦、汽车啦、晶片、记忆体啦，全部呢，还有液晶萤幕啦，全部被中国吃光了嘛。因为中国用低价回过头来倾销你嘛。韩国就是死在这一点了。为什么我对韩国不看好？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救了，因为他现在在这种这饮鸩止渴，那个都病恹恹的，我们细也个饮鸩止渴，还要去靠到中国，这个就是嘛，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本质，他的素质不够，最后做的抉择就是这样，他这些东西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所以不奇怪哈，中国的什么10几奈米，他做的他再多，他做再多，飞鸿供应链一切下去就没有，所以为什么？我想问你啊，联电45块到50块几年啦？20-30年了，好不好？联电股票起不起几十年啊？为什么现在刚有人跟我讲联电现在96块了？我是不知道了。联电96块表示什么？表示飞鸿供应链这件事，美国越来越彻底了。所以台湾开始雨露均沾了。台湾今天它42000点了，各位，42000点。我在讲4万点就恐怖了，42000点。我之前讲这6万点，这样搞下去6万点也不远哦，有够恐怖，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对了，海力士跟那个什么，跟三星的那个 HBM 啦，它也不是记忆体啦，它普通记忆体也被中国抢光了啦。它哪有什么记忆体？低润、S 润那个早就没有啦。它那有啦，有的是在中国设厂，但那个。跟中国的低价竞争完全不是对手嘛，它只有 HBM 那个超宽屏的记忆体用在什么 AI 伺服器上的嘛，所以台湾很多说，台湾跟美国、台湾跟韩国为什么是入超、是出超、逆差？因为我们跟他买了很多的什么 HBM 在台湾来装在我们 AI 伺服器嘛，那只是我们的原料之一嘛，我们买来做一做才能赚更多的钱给外国人赚钱啊，跟外国人赚钱啊，所以那是我们的供应商嘛，但是现在呢，因为 HBM 还有谁能做？美光也能做嘛。假以时日，我不是跟你讲吗？你台湾的记忆体工厂要争气一点啊，我们有台积电给你靠啦，台积电给你靠。我跟你讲，海力士跟三星的 HBM 基础逻辑，它有它的逻辑晶片这一块。台积电帮他做好了，台积电做好之后，他们才运回他们韩国，在做什么？做堆叠，做了好几层的那个记忆体嘛，然后再回送给台湾做什么？做 CoWoS 的封装嘛。所以呢 ，HBM 你不要傻，那看起来好像都他们的，其实HBM 他们赚的钱，台湾也给他分了一半是过来啦，台湾把它分一半的家啦，至少我们的那个什么逻辑晶片的部分啦逻辑电路那个部分是我们做的嘛 ，CoWoS 封装也是我们做的嘛，他们只是拿回去做堆叠而已嘛，信不信？让他们知道，哪怕你最强的 HBM， 你没有台积电，你依然要死啊，对吧？所以海力士现在开始舔台湾了，开始在那边舔台湾了，所以呢。美光，你真的要争气一点；旺宏，你要争气一点。你们这些真的要争气一点，因为你们有一个天底下最好的什么？天底下最好的机会就是什么？你在台湾嘛，你是台湾厂商嘛，你是台湾厂可以优先抢到台积电的产能嘛，是不是？由台积电帮你们量产的东西，你们来做什么 ？HBM 来跟美光竞争，其实很容易的。也就是说，台湾在这一块其实系统上是比韩国强，只不过说海力士他们什么走得比较快嘛，他们最早做嘛，但是这个台湾把它赶过去我可以跟你讲，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你相信吗？这句话，韩国到最后会在台湾面前会什么？会一文不值啊！我跟你讲，就韩国你这些东西在我们台湾人面前你是一文不值的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为什么我看得懂，我懂的东西都是皮毛？其实我什么都懂，但是都是皮毛。但是我只是跟你讲，我这样东西足够我对台湾的前途的判断了，已经足够我对台湾前途的判断，台湾未来走势的判断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判断到目前为止没有错过？大方向、大概率我是清楚，整个大架构我很懂，我很清楚这个架构。按你说我细节我当然不懂，我哪会搞？我他妈哪有一个人什么都懂的？但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做什么，你做一个领导者了，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政治评论家了。这个全台湾的政治、经济、科技、国际关系，你的架构一定要懂。这个架构你都不懂，你今天骂黄国昌，明天还是得骂黄国昌，后天还是得回来骂柯文哲，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都讲不出来了，而且对台湾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说，我们只做对台湾有意义的事情。我也知道流量密码在哪里，我宁愿让现在的点阅常很多不到1万哦，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啊，我从来没有不到1万的点阅，现在基本都不到1万嘛。发现现在讲台美党还没有收视率，表示我们台美党的还没有冲出去，你知道？台美党还没有扩散出去，台美党的我们的这个。理念跟价值目前还没有扩散出去，但是没有关系。524这件事情，我尽能事听天命啊！我尽能事听天命，我是真没想到民进党打压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所以当三国演义找我的时候，我讲说好，太好了，这下哈，我从三国演义开始宣传，然后我跟以前上过的节目，我跟他们打电话，我重新再回去宣传。我没有想到执政党这么忌讳我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没有关系哈，但尽人事就好。你支持也是这样，你不支持也是这样的。我支持你的军购，我不是在干嘛，你都能打压，只是因为小家子气。像女人一样小家子气，就说：“哎呦，不行哦，这两个还让他躲未开哦，我民进党就垮了、哦。”这样的一个理由，他可以把压在地上哦，他可以这样做哦。你们自己去想了，这个执政党的格局在哪里？跟各位讲，一个有自信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论述的人。有远大目标的人绝对不会担心别人来抢我的饭碗，因为他会说你抢不到，为什么？你追上我的时候，我又往前冲一步了。台积电不怕人家模仿啊？为什么？因为跑得比你快啊！你追不到我，是因为我跑得比你快。你要追我，我又不是说我静止在那边让你追，那我就很快就被你追到了。所以一般人没有自信，包括很多企业家没有自信，包括我们的执政党没有自信，所以打压所有可能站起来的小党。这个是最没格局的。这样的政府带领的国家绝对不会强。如果你的执政者不是有这种雄才大略的想法，你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跟你讲都不会成功。所以最后只能什么？靠民间自主推动，所以台湾一直都到今天都这样哦。你不觉得台湾一直千年大概应该可以讲从李登辉开始就没有出现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阿扁是不是？阿扁算是很强悍的人，但是阿扁对经济他也一窍不通了。我可以跟各位讲，阿扁也不懂经济。台湾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一群文科生。尤其是好像是法律系的这一群人控制了台湾整个经济，不管是什么官员或者是民意代表，都是这样一群人。但是你会发现，所以我跟你讲，马斯克讲的啦，中国为什么1000年来中国都没有对世界没有任何贡献？因为中国人很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把它复杂化，就像我讲的哈。你输了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欧龙谁都可以乱了好几圈，让你听不懂。而且你听不懂啊，我听我安尼啦，我听不懂啊，所以我就请你委托你嘛。中国依然是这样子，中国千百年来的所有东西，简单的事情，他把它复杂化。
所以不管是从什么，从科学、医学，为什么不存在这些东西？西方人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所以中国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建立自己的权威，是建立我的学派。我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之后，然后我还收了很多学生，因为你们都听不懂嘛，所以很多学生说：“哎呦，这个大师哦，听我你讲我讲的，你听我就是大师嘛。”中国千百年来都是搞这一套，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然后开始传承下去。所以美国西方人为什么全方位的发展碾压中国？中国至今还在搞这一套，对不对？36计啦，哦，规刚36计啦，这所有中国人在讲的都是对欺骗对待人。中国人讲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比如包括我讲裕民的武术嘛，包括什么骗人嘛，什么36计啊，我不太管那样。36计哪一计不是在骗人？哪一季不是在讲人跟人之间的诈欺？所以中国人把所有的精神用在斗争，人跟人之间的斗争。毛泽东为什么那个斗争理论一出来，中国人集体吹捧他？因为他们一辈子在学这些东西嘛。转世改那呢，像这种阴暗的计谋呢，你们什么36计的这种东西的哈，厚黑学这种对不对？这种东西西方早就明文禁止不准教了，可是中国到今天乐此不疲，不但学校教这个东西，甚至电视节目天天演什么宫斗剧的《三国演义》，谁有我有一计可以让什么？他妈的一切东西都是靠计谋了。西方人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发掘问题，然后呢，创造一门学科、一门科技、一门数学。中国是我做了研究，我怎么骗你？我要怎么骗你？声东击西啊，我什么空城计不到。中国人的智慧全部用在这边，所以对世界没有任何贡献。所以中国为什么到今天还是这样一个德性了？我们台湾人为什么我一直要脱中入美、脱亚入美？日本人早就脱亚入欧了哈。脱亚入欧后的日本跟台湾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台湾我讲的最重要的、最急切的东西就是我要脱中入美嘛，这是从整个骨子里精神，所以我说需要一个台版的明治维新了。各位，我讲这些东西够深刻吧？够务实吧？是不是台湾真正要走的路？我不是一个打高空的人嘛。刚刚呢，把话讲的神神秘秘、神神叨叨的哈。修行也是这样，我也是有修行就这么简单啦，修这个心而已啊，不要讲的那么神秘好不好？那些法师我看不上，那些法师都这样的。很多有些出家众跟我讲，你不要批评法师了。我为什么不能批评法师？哈，如果他那个实力、那个能力足够让我信服，我怎么会批评他？是不是？我只是跟各位讲。社会有一堆残渣，一堆垃圾，一堆垃圾在冲什么？垃圾冲什么？冲好像说的，哎，所以很简单的东西嘛，修行就修心而已嘛。还有什么？你管住这颗心就好了。然后呢，我天天用一些佛教名词，这么欧良蛇的，不是我笑你们了，我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这些的。我跟你讲。我这世人拜过超过100个师傅啦，都是真正出家种啦。我是真的，你们拜人没拜师傅没有我多啦。因为我虽然都跟我妈妈到处是名山大寺去到处去拜师啊，我鬼刚刚往来拜师，我真跟各位讲啦，没有几个我看得上眼的啦。我都不敢抢过啊，我这个人我不是跟你讲吗？有一次那个朋友他们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台北师大附中的礼堂办请一个喇嘛来那边，几千人去听，你听啊！我一听来讲啊，他妈的，这个家伙不是在洗脑吗？他就说：“哎呀，你要有感觉哈，不要抗拒啊！
啊，如果你有感觉的话，你就上台啊，不要抗拒，放任这个感觉出来，然后就有人就讲了，在那偏就站起来偏走到台上去了啊。法师一直讲，你要就说你要这个感觉啊，你不要去抗拒，你要让它感觉发的。我突然我一生气，我坐后台站起来说，你他妈你这个不是在公然的他妈的公然的什么？在什么催眠吗？我唱你们这些不在催眠吗？什么宗教？哦，我想踢干我们戏，你知道吗？啊，那是我朋友办的，他也很生气的骂我，我说你如果搞这种东西哦，我跟你讲，你对你不但没有功德，而且是什么欺骗社会。那款话哦，我那个时候才20几岁啊，各位，我才20几岁，我一听就知道，他妈这个都是在什么？这些不是在洗脑，在干什么？在催眠，在干什么？社会有很多这种，我跟你讲，诈骗集团。金甲大师绝对不是这样，我见过大师，我认为真正大师是实际上人，证严法师真正大师。他唯一我认为这件事情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慈济功德搞得太大不是不好，而是什么？佛教团体跟钱挂钩，后面会产生一些弊端，这些弊端会影响你的修行。我反而认为他做这个功德会做这么大，做全世界，我反而说，尤其是中国的慈济已经完全变了哈，中国的慈济已经被清党掌握了，我跟各位讲，所以中国的慈济可以听中国的命令来什么，来收回我的委员证，这个就是你从一小细节去看世界嘛。所以我们这一批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我们的什么的党员，一定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做对的事情，做人要透彻。任何人一句谎言，我要瞬间就能够拆穿他的谎言。我1分钟，我马上知道这个人讲话有问题。不走正轨的东西，我们都不去接受，都不去接受。否则，我跟你讲啦，一个好的政党也会被带偏了，一个好的国家也会被带偏了。一个好的宗教团体也会被带偏了，不可否认嘛，不可否认，佛教有很多团队是走偏的嘛，不可否认嘛，天主教、基督教也有很多邪教嘛，也有很多走偏的嘛，他很多跑出来教派也都走偏掉了嘛。所以这个时代，包括还有科技的问题，这个时代的人掌握住自己内心这块心，比什么都重要。谁跟你讲什么，你都不用放在心上。真正的是什么？不要让自己心走偏了，因为你以为啊，我除了有时候想一些邪恶的东西，我想一些阴暗的东西啊，就我自己想一想而已，没有关系。错，你在内心有时候在内心想那些我要报复他，我要干嘛的哈，我甚至什么想这个东西想久了，这个思维会变成你的语言。语言会变成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变成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会变成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可能就因为你内心的一些什么邪恶的想法，让它过度的放大之后，你可能最后就照这条路走下去了。所以我常常讲，心想都不要去想，拍代机想都不要去想。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坏事我比谁都会做，我从小就很会想这些东西。但是我至今一件事都不敢做。最后我已经想懂了，你应该做的是连想都不要去想，你想都不要去想，不要像柯文哲一样，一点点钱啊，就把他人生给变。我常常笑啊，我昨天跟凯莉他们在一起做节目后，我们后面节目做完，我们都会喝泡茶聊天。买一些东西来吃嘛，来聊到很晚嘛，我就讲那句话，人生就是这样，你想什么东西，你不要放任你的思想，你放任你的思想，到最后，放任你的想法，想法会变成你的语言，会变成你的行为逻辑，会变成你的潜意识，变成你内心嘛，最后你的内心就整个跟这个方向走。你规刚开想，我什么时候有钱进来，我要怎么去贪污什么的？你虽然说没啦，我想一想而已啦，不要去想，想到最后你真的会这样做。
这个就是人性，这个就是人性啊。好，共产党就是太懂人性了，他不但懂人性，他全国党员都在研究怎么骗人，他们全国党员都在研究怎么控制人性，所以共产党到今天为什么这么惨？为什么共产党现在明明已经上去了？各位，所以我昨天才在讲啊，一个人如果你有心大位，柯文哲你有心大位，你还去贪污，你这种人叫什么？你知道？你这种叫他妈的畜生道来了，因为格局太低了。你既然有心要做总统的人，你应该把钱应该已经什么视钱如粪土，这种基本的修养嘛，对不对？你在台北市的市长贪了这么多钱，你以为你选得上总统？你选总统是一定会被全部挖出来吗？你选总统是18代祖宗会被挖出来嘞。你怎么可能一个想要选总统的，然后在市长时候就贪了那么多钱？这些都是我跟你讲，人格卑劣的人。黄国昌、柯文哲，我只能跟你讲，不需要去管他们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畜生道来出生了，在转世了，他根本就不是天道中人，也不是人道中人。你不要以为说出生道人就很笨啊，不是聪明跟笨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啊，是吧？那个智商跟智慧不一样，你看这个为什么弄清楚？智商很高，不代表他智慧很高，是不是？有些人就他智商就脑筋的那个细胞的连接比较强嘛，所以逻辑观念比较强，那不表示他智慧很高嘛。所以这种人会因为一点钱而把他的皇帝大梦自己把他打掉，这种就是畜生道来的，六道轮回中畜生道来转世的，否则我跟你讲，有大智慧的人一定可以忍住的。我被做总统，所以我忍住一点对小钱的贪念，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是不是做什么总统啦？所以说我觉得看人就是要这样看哦，你就是这样看，你连这款你都做不到，你是不是怎样？新秀老怪就爱风云白马，柯文哲跟新秀老怪有什么不一样啊？对吧？一点正啊，就是有这种人喜欢人家捧他拍他马屁的这种，都是人格有问题的，都是人格有问题。最近很多人来拍我马屁的，说真心话，我很不习惯，我就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因为我是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人啊。我自己有没有能量，我只知道有一点点，但是差你们把我这样讲了，我没有那么伟大了。你看，我们最近只是讲实话而已，我们的流量变得那么少。你看到现在700个人，时间搞完了8点多才700个人，600多人。这个到底是被 YT 限流还是被什么？被台派限流，我也不知道。但是没关系的哈，没关系。一定有一天，我就把它当作像刚刚开始做一样哈，在打底了，在打基础嘛。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带领一群理性的朋友，共同为台湾来奋斗。那些太过于感性的啦，太过于盲从的人，那个也不适合在我们这里啦，不适合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这里，你如果真心的换官不来做这些代志时，你的能量就会很大。所以你如果今天被这个人家2句话就把你带走了，那安利，哎呦，人家说哎呦塔山天的媳妇来抢票，你就相信了，哎嘛不懂哈，哎你真的不适合在我这里了。真的不是我在我这里了我不会抢到你台派的票，因为我一直在骂你们，听不懂吗？我如果要抢你的票，我就刚刚给你塞赖啦。我如果抢你们台派的票，我就天天给你塞赖啦，对不对？你以为我不懂吗？我就讲这样，我就跟你讲，哎，你们台派不要投给我，去投给民进党，投给赖清德。哎，我是不是光明磊落？你以为我不懂得骗人吗？我如果要抢你台派的话，我今天天天歌颂赖清德嘿，我不是这样啊，我也会好不好？希望你听懂我的话，我真的希望我们台湾的朋友，我们台美党人听懂了我的话，
然后共同来努力。你这件代志如果再做不好，各位到底要怎么办？已经有人在讲啊，已经有人讲，我几个朋友啊，他说他当年花了1000多万才拿到美国的护照，他本来以为台湾他不需要再跑了，他们全家哦，他说他们那个时候有人花了所有的身家，最后才拿到美国全家拿到美国的护照哦。这样的人很多哦，我跟你讲，但台牌就嘴这款人哦，但这些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台湾生活，因为觉得台湾真的过比美国好。但是如果台湾继续被这样渗透下去，各位，人家很多人是什么？很多人是有什么？有能力移民的，你是没有能力移民的。没有能力移民，跟我一样站出来，因为我也不想移民。我觉得还是台湾舒服嘛。以前我想过啊，因为以前很多观众叫我去啊，日本、美国哪里都有人找我过去嘛。我也考虑过啊，但是我后面想一想不行，还是台湾，我走了台湾怎么办？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讲的最真心的话啦，是吧？我在做这个节目，美国的朋友、日本的朋友，多少人在找我啊，找我过去啊，因为他们知道我单身嘛。这个也是个麻烦事啊哈，所以也就是这样了哈。大家留下来，既然留在台湾，就要把事情做好，我们就把它做好。而且我就是那句话，把共产党抵挡在海外，我们台湾就可以百年腾飞嘛。不要被这些人的渗透给我们什么，把我们绑住我们的手脚。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台湾跟美国关系，他们还听不懂。台湾是美国的托管地，托管给中华民国。美国只要一纸命令啊，结束托管啊，不干嘛？你们这些人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总统都要去美国面试？是想清楚嘛？我们一系列论述，你把它想清楚，你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哈？美国人一定最后还是要把台湾收回去了，因为这个是我说符合两国，甚至包括日本、台美日三国最后人民最后的利益，只差一步而已。中国一乱，各位我跟你讲，中国快要乱。为什么我一直在担心，在注意中国乱不乱？为什么我会跟富国党变成好朋友？我鼓励他们啊，回师南京啊。如果他们回师南京，让南京中国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变成一个什么民主国，对台湾是绝对好处的。而且我跟各位讲，那个时候只要中国一乱了，美国就一定第一个什么，首先什么接受台湾。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海外属地，台湾不值得当它海外属地吗？你们去查一下，美国有多少海外属地，很多人连美国有很多海外属地都不知道，然后跟我讲美国才不要台湾呢，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去查看美国有多少海外属地，台湾如果要台湾跟这些海外比一比，台湾是第一名。我的价值超越什么？超越加拿大。加拿大是 G7 之一呢，各位呀。但是加拿大，你看它的股市总值，我们超过加拿大了，你们知道吗？台湾的股票市值超越加拿大这件事，多少人知道？所以我们美国川普想要格陵兰，想要加拿大，他最想要的是台湾了，因为台湾超越加拿大，你这个代志你能想象得到吗？这几年而已哦。当然这几年是民进党执政啊，这你要说是他的功劳也可以啦。我也可以承认这是民进党的功劳，毕竟他们还是什么亲美亲日嘛，他没有去亲中嘛，亲中就垮掉。就像马英九有什么错？马英九唯一的错就是亲中嘛，把台湾带回 22K 嘛。民进党亲美嘛，亲日嘛，所以台湾的科技，民进党有没有功劳？有功劳。我只是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好吗？如果聪明的人就听得懂我的意思啦，聪明人就听得懂我的意思。我是在督促戴清德，我说你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让台湾的百年腾飞的基础更稳固嘛。台湾其实所有什么万事俱备，
只欠赖清德这个东风，万事俱备，只欠赖清德这个东风。你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我讲的百年腾飞是不是已经初具规模了？42000点的股票了，我可以跟你讲，还没到头了，真正还没到头。安尼听有吗？哈，马英九的时阵到3000几点嘛，你妈起10倍呢？这个国家的股票起10倍，然后你告诉我，我经济很差，我的是你，我没有那个脸讲。全台湾都大概超过1亿资产的，听说2、3万人了，而且说去年说增加72%，钱从哪里来？股票来的嘛，他妈的，所以说人家啊，就算你说你赚不了钱，你的工作不好，人家很多人工作不好也开股票也赚到大钱啊，是不是？在台湾这个时代，你穷人你是可耻的。我今天讲，我告诉你各位讲，我的想法是这样，在我的观念，穷人是可耻的，因为你没有资格穷。台湾这样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你告诉我你是穷人，你是没有资格穷人。当然，本党如果执政的话，我们还是会照顾这些年轻人，让年轻人在居住上是有什么，是不用担心的。这样的话，让年轻人全力去打拼嘛。所以我说，我们未来，我的做法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假装盖一些什么廉价国债，我都不是这样。我台湾一年的人均超过2兆美元的时阵，我钱多到什么？我真的会去台糖地，把台糖地拿回来盖一些社区，只租不售，而且租给年轻人，一套30坪的房子，34一厅，32厅，我只租给你15000。你敢给我生一个孩子，我给你减少5000块的租金。你若给我们生3个囝，我讲这房子一辈子给你住，不用租金。但是你要交管理费，好利吧？管理费本来就没多少，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可以啊！我台湾有钱啊，钱在台湾已经不是问题了嘛，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不怕人口增加了哈。如果以现在哈，他说啊，你不是右派，谁跟他说你右派不能福利社会？那谁告诉你？你告诉我，谁跟你讲右派不能福利社会？神经病啊！你到底懂不懂左右啊？左右不是右派福利社会做的比左派更好的多的是，好不好？所以不是右派就不能福利社会，弄清楚。不简单做我告诉你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为什么没有人敢做？没有人敢得罪金主啦！所有的金主都是奸商啦！我跟你讲啦，你们去把这些东西联想就知道，所有的金主都是奸商。因为我讲的全世界上好赚的就是做电商。如果你遇到那个股票那个什么房地产大涨的时候，全世界最好赚的就是奸商，懂吗？信不信？所以没有人敢得罪这些人最敢砸钱支持政治人物。所以我不是说台中就是给奸商把持住嘛，跟黑社会嘛。其实反而啦哈，当回票他们那个黑社会的能量已经不大了。其实台中是被奸商绑架的。相信我这些东西，所以要有什么？问多来跟他讲，我叫是政治素人。这款代志只有我们那种政治素人能做了。为什么？我没有任何包袱。这些民进党，哪怕民进党哦，民进党竞选不要花钱吗？一路上来，那他们的派系竞选不要花钱吗？我刚才搞政治就是什么？就是钱啊！搞政治没有别的路，就是钱啊！钱够了哈，比谁都强了。谁的钱多，谁就是声音比谁都大。你如果没钱，什么都搞不定了。各位，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素人政治家。素人政治家，我不会用你财团1毛钱，当然财团也不会给我钱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政策都是跟他们对着干的啊，是不是？素食的素啦，不是这个素啦，寿星啦，素人啦。素人政治家，一个素人政治家才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塔夫嘛哈，塔夫托跟雷根这2个都是什么？学历最低的，
看起来社会地位最低的，又不是什么大学者，也不是什么，但是这两个人是美国历史上做最好的总统。你们去查历史资料，因为什么啊？我承认我自己不足嘛，所以我把权力下放给所有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各个部门嘛，这个才叫做政治家嘛。啊，有一种狭隘阴暗的人啊，他用的人一定要比他弱，因为他怕什么？你抢了我的风头，因为这种人叫做全世界最没自信的、最自卑的男人嘛。台湾有没有这种男人？有，我不说是谁了啊。现在有人叫我讲，不要再批评哈啊！我从现在不批评，我跟你讲道理就好，对不对？为什么素人政治家永远可以做得最好？川普也不是体制内的啊，川普也不是生人政府啊，川普也算素人，对不对？我问你，全世界川普呢，东弄一下，西弄一下，很简单，轻轻松松把全世界原油又掌握回他手上了。拜登做得到吗？哈，拜登做得到吗？你有这点你有看，川普就派两台直升机到我那里啦，派几台航母去发2个炮弹，伊朗就垮了。普丁来，普丁我跟你讲哈，来，我从此开始你的石油可以用美元计价，普丁就乖了，然后美国就掌握全世界油源了，石油美元就架构就完整了。然后台湾，如果本党执政，我第一个跟川普讲，我们永远做你的忠实的供应链，永远做你的小弟。小弟有什么关系？我台湾人过得好就好，对不对？当年中国如果不要抗日，当日本的殖民地，当日本的小弟，过得多好啊！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告诉你，东北被我管得很好，台湾被我管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有良心的人都觉得不应该抗日，只有蒋介石这个人为了自己要当皇帝，不知道在抗什么日嘛，就弄得中国几亿人的死亡，换来了共产党的统治，在20几亿人，恶魔，这个就叫恶魔。有修行的人，我相信我希望各位有修行的朋友，你们去想想我讲的这些话。政治家是要为人民着想，我哪一条路走，我当美国小弟，我全国台湾人可以过得很好。小弟有什么关系？我本来就小弟啊，我们才多大，你还想当人家大哥啊？对啊，我们本来就愿意当大国，日本或是美国小弟，或是台美日。现在我们台美日成为一个最大的联盟，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赖清德不做？我就想问你为什么而已了，我只想问你为什么而已了。这件事情你来去做，然后整个世界未来的腾飞，共产党看不到你的车尾灯，已经不需要去考虑到共产党了。各位相信我这句话，台湾现在已经不需要考虑共产党了。台湾未来的发展不需要考虑共产党，因为美国比你还担心你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所有的动作就是要保护台湾，你这句话你永远把它放在心上，你只要想到美国人的每一个政策，你就把它想回来啊，对了，他就是要对付这些国家，把中国压下去，把俄罗斯压下去，把这些不三不四的国家全部压下去。我就是为了保障台湾的安全，因为我要台湾的供应链是稳定的嘛。我强迫你到我亚利桑那来设厂，我发现还是没有台湾做得好。而且做完我还是送回台湾做 COAS 做封装想说我只要把台湾变成我的属地，变我的一州，然后我派2个航母战斗群来，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吗？我也不用勉强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啊，因为到美国去设厂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嘛。我不是讲了吗？美国工人的那些东西你搞不定嘛，美国那么懒，最后我不是说美国亚利桑那州招了很多退伍军人服从嘛，是退伍军人把这个厂做起来，但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去带领嘛，然后是因为他们最后找了退伍军人来工作，这个厂才慢慢稳定下来。你要是让美国那些工人哇哟天啊地啊，我都不知道他们算个屁啊，做什么都不会配合这个，他们不会配合公司的嘛。
所以最后川普也会认为啊，今天有困难了，在我美国社长有困难，我只要回过头来保护台湾，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吗？我把台湾纳入我的属地，我就解决了吗？我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嘛，是不是？你台积电过去，你要产业链过去，产业链过去，我就赶快啊！我在被他们工会搞得要死要活的。其实产业链根本就不想过去，我告诉你，是不得不去，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这些的话需要有人可以去跟川普商量了，还是台湾做得好，那就让台湾做就好了。你不要勉强这个，你只是担心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台湾有个台美党愿意配合你，成为美国51州。那个时候你只要你现在有个第7舰队嘛，你在一个罗斯福号来罗斯福真的我就可以跟你讲，你罗斯福停靠在我们高雄港，停靠在我们苏澳港，苏澳港是深水港嘛，你的潜艇全部停，美国潜艇全部停到我们的苏澳港，我们苏澳港可以停大概几十台美国潜艇啊。因为苏澳港是甚至上100米的深呢，苏澳港一出去就是100米深，你知道吗？知道吗？各位，高雄港是可以进航母的哈，各位，你的罗斯福号的这什么，不一定要放在嘉手纳啦，真的，不一定放在嘉手纳基地的，你放在台湾高雄，潜艇去放在什么？放在苏澳。共产党想都不敢再想了，他的脑袋里再也没有想武统台湾这2件事情了。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解决了，为什么没有人去跟川普好好的商量？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跟川普好好把这些话商量清楚，说我们不是来跟你讨价还价，我们是来跟你建造一个共赢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只有台美日可以共同领先这个世界。我们要做到，我们在帮你美元掌握你的美元霸权。你知道，我也知道美元霸权只要能够继续掌握的话，其实美国是不会垮的。你就是怕石油美元没有了，晶片美元也没有了，你美国就必然要亡国。美国亡国只会因为美元，好不好？我已经讲了，全世界武力加在一起乘5倍都打不赢美国，可是美元的霸权可以成为美国最后的什么？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凡你美元霸权继续掌握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的什么国债36兆、86兆都一样，很容易处理的啊，很容易，金融操作2个来回就解决了。这个就是什么？我廖金漳不叫一介有夫了。一介平民啊，老百姓啊，我都可能看到这些东西了。我能看懂这些东西，不是我会做，我看懂这我就知道我什么事情要托付给什么样的人做嘛。我们叫提纲挈领，我们把这个纲提起来，肉掌刮开哈，归刮底下，我哪一颗肉掌你来弄，这颗肉掌你来弄。台湾人才多啦，我这一辈见过太多天才，我才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的。如果你没有见过天才，你可能对这个世界没有信心。这世界见困难，但是我真的见过很多天才，我就觉得只要找对人了，我告诉你啊，黑社会老大来做什么？做总统可能最合适，因为黑社会老大最会笼络人心，他也会最会看哪一个做什么事情做得最好。就像我这个党主席，我不管事的，你知道，我这个党主席不管事的，但是谁在做什么，我看得懂谁在那工作上做的合适不合适，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你以为我都没有在看吗？我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什么？掌舵者嘛，你要是一个掌舵者，不是一个去做庶务的人嘛。做庶务人不是不好，我不是小看你们做庶务的人。做庶务的人也很重要，可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掌舵者。台湾一直没有这样的人，一直没有这样的，因为都是一些文科生在在执政。文科生执政没有关系，如果你文科生执政，你能用理科生来治国，我也觉得赞成你。问题是你用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人在治国，
我这一句话没有人敢反驳。目前台面上谁不是不三不四？你告诉我，哪一个像样？你告诉我，你们真的不知道台湾什么叫人才吗？你真的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才在吗？你用着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在给我治国，难怪把台湾带着什么？他们什么？哎，没有关系，我保住我的皇位，保住我的工作就好。他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敢，什么不敢创新嘛，就这样。所以说，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惊死惊命，真的躲在后面，躲在后面。为什么？我希望我不要当那个出头鸟嘛，出头鸟就被人家打嘛，那我没有关系啊，无所谓啊，我继续躲嘛，我能躲一天算一天嘛，是不是？我薪水才管的，我躲一天多领一天薪水嘛，而且我有很多权利嘛，是不是？这个就是执政者的什么？执政者自己的什么人格缺陷里面，会给国家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好不好 ？My two 150块，懂了，谢谢，感谢啦。好啦，感谢，个半点钟去啊，哪会安尼啦？时间哪会这么紧啦？好啦。流氓性格是我自己自我解嘲，你真的我哪里像流氓？我讲像流氓，这叫雄才大略，好不好？流氓是我自己解嘲的，我叫自我解嘲。你把拜登，你把它听有我是给自己的一个下台阶，你还说我流氓呢？哦，知识变成常识，我告诉你啦，一个总统只要有常识就够了啦，甚至我们的总统连常识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悲哀，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很广泛的常识，你至少知道这件事情的皮毛嘛，然后你每件事情找一个专家来处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啦。没有什么事就要你自己去做，好不好？那有可能大人都改去做啊，你就去做，你就去做一个科长了啊，做一个科长跟做一个总统，那是两个概念，好吗？请相信我这句话。前美国最好的总统叫克林顿，叫做塔尼托是吧？就这些人，你去查一查，都是历史上学历最低，他的以前的职业最上不了台面的人，结果做的最好。放权就这么简单，你永远要相信一个国家有非常多的人才，只是你没有去把它挖出来而已。好吗？你的工作是把人才挖出来，不是把你身边那一群不三不四人凑在一起，种了一个那个叫草台班子，对吧？我讲我笑你，我没有笑你啊。现在他身边是不是一个草台班子？这条是中国人去笑你草台班子，比习近平还不如。我跟你讲，习近平已经够草台班子了，你身边还是一群草台班子。好啦，别个讲啊，给讲给拍，我越讲越忍不住不好意思啊。好，524，大概怕扁啊。如果真的来的不多，我也都认了，我就知道说，原来做对的事情也会被打压。我也让台湾朋友看看，我们台美党跟护国党和两个党合作起来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为了救国，为了救台湾的军购，然后因为我们的血统不完整呢，然后就被人家打压。那我跟你讲，到时候谁难看？不一定是我难看啊。我直接讲，现在在监看我节目的执政党的朋友，如果这件事情这样的话，难看的真不是我，好吗？廖金漳用那个平民，那个普通平民花了那么多钱来搞这么大的活动，而且这个事情对国家这么重要，结果全台湾的媒体没有一家帮我宣传，全台湾甚至执政党在打压我。我跟你讲，到最后我就问各位，问在监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执政党朋友，谁比较难看？好，到此为止，听有就听有，听无。林北这4人跟你讲，跟你周旋到底，好不好？谢谢。